芬兰西海岸的玻璃小镇旁边，除了有芬兰最美的海景，在离它半小时的车程以外，还有一处将近600年历史的古老小镇——老马。这是老马的市中心集市，可惜现在在装修，就去不了了。我现在所行走的这个街道呢，就属于这个老马的老城区。整个老马呢是芬兰历史最悠久的这个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城市。它在90年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粗看老马这座小镇，确实平平无奇，既没有我想象中的古色古香，也没有吸引游客的刻意做旧。可越走越会发现，这里的房子、门窗、街角都带着一点悄悄藏着的年代感。不张扬不显摆，只是朴素和真实，和芬兰人的性格一个样子。刚才我们进去的呢是一家宠物用品商店，这些历史悠久的老房子现在也依然在作为商业设施和居民生活设施来使用。它的木结构建筑呢，之所以保存完好，一个是因为运气好。芬兰在近代历史上虽然经历过比较大的战争，战争的战火没有波及到老马这座小城。另外，它干燥寒冷的气候非常适合木结构的保存。活跃的社区让房屋始终有人维护，以及政策的支持让维护本身不愁经费等。综合这些原因，才让老马这座小城几百年前的木结构建筑得以沿用至今。还在拍吗？你在视频吗？真的假的？现在呢，我们就要进这家店看看这个老马地区传统手工业之一蕾丝的编织。果然，男人站在门口，懒得进去。Oi että, mikä ihana sulle. Niin, mulla on hoitokoira sinne Pomerian. Niin. Hän on ollut meillä pääsiäisessä ja hän on niin lumonut ja nyt hän on vielä. Ja sit kun puhutaan, mistä tästä on neula kiinni, eli 1, 2ja sama toisen kerran. No. 作为芬兰历史上西海岸的重要港口，老马很早就接触到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手工技艺，蕾丝编织就是其中之一。到今天，虽然家庭作坊的蕾丝编织早已被机械化生产取代，但手工的蕾丝编织依然作为城市名片流传了下来。以我们习惯的历史长度来看，老马的600年历史甚至不如这琴声听上去悠远，但在芬兰确实已经算得上悠久了。这些在当地历史悠久的木结构老房子，既没有被围起来当作博物馆，也没有被供起来作为历史名城，它们依然是民居，是商店，是每天有人进进出出、开门关门的地方。历史在这里不是展品，而是日常基础设施在继续发光发热。或许这就是芬兰式的朴素实用主义吧。逛完老马，开始打道回府，那自然又得经过玻璃。老婆昨天很遗憾的没能尽情体验海滨沙滩，那在今天这个好天气下，必然要再去一次海边。今天我们又来了这个玉德里沙滩。昨天我老婆没游上泳，因为打雷下雨，所以今天第一个游泳的机会就让我老婆去了。我呢就轮岗轮到了照顾这只狗。在爱狗胜过爱人的芬兰，
自然也有能让狗子们享受沙滩的地方。这里连狗都有专用的沙滩呢，那边居然停了那么多车。狗也是这么喜欢游泳的吗？不是，应该是狗的主人这么喜欢看狗游泳的吗？人狗共享沙滩。最后，愿这个隔了快4个月的夏日视频能在现在的寒冬中给你带来一丝暖意。下一期视频已经在剪了。